好，各位大家好，欢迎来到月比良乐官方工作室，我是主持人追燕乐。哇，嘴角下不来了。OK， 那今天呢，为什么会嘴角下不来呢？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这一套作业系统 macOS Tahoe。说实在的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像这样子这么的高兴了。之前呢，基本上 macOS 在一开始的话，我记得好像是索隆码的时候呢，有稍微介绍一下它的那个界面的样子。然后呢，在15版本Sequoia 出来了之后呢，基本上我是觉得都还好啦。结果我这一次，虽然说我没有追到 WWDC 的2025年，但是呢，你们应该有看到。我之前有在做报道，说到 WWDC 这一次的震撼消息了吧？没错 ，Liquid Glass 就这样子出来。那这样子代表着什么呢？这一次的作业系统可真的是直接大改啊！那它从苹果的笔电啊，到平板啊，甚至手机啊，还有 Vision 的这一个带的装置，甚至呢。如果后面没意外的话，好像连 Apple TV 啊、Watch 啊也要更新成统一规格的。但目前来讲的话，好像最主流的还是笔电、手机、平板这三大类。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给各位看一下它到底长怎么样吧。因为这一次的话，我想说，笔电在后面，现在你们没看到，因为这个背景给它做屏蔽了。但是呢，对，笔电在正后面，我想说先不用拿，我就先给各位稍微看一下它的真实的样貌。因为我目前来讲用桌机的话，我至少可以直接展示给各位看。那这一次也是一样。MacBook Air 升级上去了，对，又是 MacBook Air， 所以呢，给各位看一下它整个的效果吧。好，你们所看到的这一个是 macOS Tahoe 的样式，没错，它整个变得很透明化，非常的透明。你们看一下上面的霸条就知道了，完全是没有任何的断差哦。我个人是还蛮高兴的，因为我之前就很想要有这样子的效果，毕竟现在的。苹果笔记型电脑嘛，都已经是那一种有刘海型的笔电了，所以呢，基本上的话，如果你给它用个透明的霸条，不是更好吗？所以啊，来啊，那目前来讲的话，整个的设定稍微给各位看一下，像这一个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子，但是呢，你们有没有所看到我这一个滑鼠？我不知道我这边那个发过去，你们看不看得到？啊，这个是我的那个 OK， 你们所看到的这个。滑鼠呢，它变圆润了，然后你们也有看到这一边都变得非常圆润。然后先跟各位讲一下，这是 beta 版第2版，其实它初代的版本呢，又再次强调了这个 Liquid Glass 的样式。但是呢，我觉得在第2版的时候呢，应该可能一开始版本呢比较有明显的 bug， 所以后来有更新。然后现在目前你们所看到的整个样貌，你看下面整个感觉。全部都是那一种毛玻璃的感受。那整个的设定呢？你看啊，像一开始不是没有这一些图示啊，都基本上加了图示上去。所以呢，我觉得这样子来看的话，是不是就更好去辨别出来说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要做什么的？你这一边其实一开始就有加啦，但是后面可能想说它只有加一个，好像也不太对，所以后面也都。再另外多加了一个图示这样子。那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版本我现在已经升到了 beta 版给各位了解一下。那基本上你们可以看到的是我这个透明的感觉，整个效果就不太一样。再给你们看一下他们的 Finder 也有大更新你们这样子看应该可能不太晓得说它哪边更新了，其实很明显啦。你们这样子看有没有整个弧度角又变高了，它变得超远的，就是为了契合笔电上的圆弧状整个的圆弧造型。然后呢，原本 AirDrop 在上面，现在都变到下面来了。那整个的效果就是像这样子，其实非常好看的，而且重点是该圆的地方都有圆。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设定改最多的就是在这里，你们自己看有没有？它整个变得非常的好看，非常的有质感。那基本上的话，你们可以看到说，它整个的玻璃效果真的是还蛮好看的。
然后会有人觉得说，哎，这不是很像之前2006年出来的 Windows Vista 吗？那这样子来讲不是更好吗？至少你后面就不用再装 Windows Vista 来去做体验了，你就可以用现在目前的这一个操作系统来去体验了，不是更好吗？这样子还不用再装 Windows Vista 在你的电脑上，不是很吃资源空间？那既然都有了这个效果了，当然代价就是它很耗效能哦。这个缺点还是要跟各位讲啦。如果你个人有想要升级上去呢，会有一个需要承担的风险，就是它的效能会很耗，因为它这一些玻璃都是实时去渲染的，所以呢，整个的效能呢是一定要很好。当然，我会建议你们晶片的话，建议是在N4 晶片以上会比较好啦。N2 我觉得是有一点小勉强的。N1 的话，我是不太确定，因为我没有用过。但 N2 这样子看起来的话，它会有点小 K 了。当然，因为这个也是远端的，也有可能是远端的关系。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那台 MacBook Air 呢，它没有散热风扇，所以呢可能会对于散热效果呢也会有一些落差了。反正重点是你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效果就完全不太一样了。这个是 Clear 的效果，然后这个垃圾桶也有改哦，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它整个垃圾桶已经跟完全我们在Sequoia或者是在之前的版本呢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效果了。但是呢，这个还没有改，这个还是万年不败啊。然后连这个什么最近通知啊也有更改，然后你们应该一开始也有看到旁边这样子的效果吧，完全跟毛玻璃没什么两样，真的很那个之前 Windows Vista 的效益，但是呢又再把它推崇高了一个新的档次上去了。所以呢，我真的还蛮喜欢这样子的效果。在这一台笔电上呈现呢，又是另外一种质感在。那当然还有一些像这一种设定啊，你看全部都改成有毛玻璃的，然后基本上这个开关呢可能还是模糊的啊。如果它能改成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声音这样子的话，其实会更好。不过目前来讲的话，设定可以稍微给各位看一下，它 WiFi 它这一些也是一样，完全超好看的啊，你知道吗？真的就是跟我以往在用作业系统之前的作业系统呢是完全不太一样的效果。我是真的很期待它正式版出来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的样貌。但是我觉得应该可以再更激进一点吼。然后呢，再跟各位讲一下吼，目前 Apple Intelligence 后续会有繁体中文哦。这个如果你们知道的话，应该都了解到说，他们也要出繁体了，但是可能还要再等吧，就等到它正式版出来之后再给各位看吧。然后你们应该会有看到这一边嘛，这一边呢基本上都是它的这个bar的状态列嘛。那通常这个状态列都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呢？如果你中间有那个刘海呢，应该都知道，这一个状态列如果满的话，它可能会吃掉某一些部分啊。如果你这一边又再有很多个选项的话，那整个这一边都会吃掉嘛，你就看不到你要哪一个东西。那这边就有一个很好的范例啦，像下面这里有没有看到？如果你真的没有打算说这一个东西要开，比方说这个瓦康的，如果没有要用的话，关掉它就灭掉，它会直接收进去。那如果你要用的话，顶多再打开一次就好了。那基本上整个的体验来讲呢，真的会比之前没有这些东西还要来得好很多。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尽可能在后面苹果啊多加一个隐藏列条，说不定会更好。因为如果你加了隐藏列条之后，你至少在要去找东西的话会非常的方便。这个就是我目前体验下来，我觉得这一边要改进，然后剩下的基本上都是优点的部分。比方说这一个整个的玻璃的毛边，我觉得设计的都还蛮好的。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如果是白色外观会长怎么样 ？OK， 白色外观的白玻璃，对啊，这个有改掉是透明它原本是清净可能是那个翻译的问题啊，不过后面它改掉，有改的比较顺啊。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整个的毛边都非常好看，而且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真的就差很多了。因为我觉得之前它整个的设计呢都普普通通的，结果一出来发现到，
改的不错哦，真的改的很好。然后你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也是他们的精心制作啊，因为他们要让整个的内容物大于这一些选项跟资料。但我觉得是这样子会比较好啦，因为至少你再去专注的去看你要的资讯呢，是非常好的一个部分。Safari 也是啊，Safari 的话，基本上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目前的效果。那我拿我们工作室的网站给各位看一下，有没有？整个都感觉很像是在实境秀里面。然后你们可以看一下，你们仔细看，这一边基本上可以白里透出你要的效果哦，只是说它被毛玻璃沾边而已。当然啦，这样子的效益呢，是你这个内容物是大于他们这一边加值的选项。这样子来讲的话，你在浏览网站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惬意，比较轻松。所以呢，基本上这样子的增加，我觉得对我们这一种创作者啊，或者是使用者来讲呢，都是很大的加分。那当然，因为由于这台电脑基本上玩游戏的用意呢，其实不大，它主要的部分就是让我外出剪片，不然就是做文书。所以呢，基本上我不会在这一台来玩游戏，我应该还是会在我目前的桌机玩啊。不过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效益呢，我觉得还是挺大的哦，整个效果呢也是挺好看的，其实。那这个就是目前塔后给各位了解的部分。好，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macOS 塔后26的介绍啦。那基本上呢，我觉得啊，整个的体验来讲，真的有比之前的版本，尤其是我现在桌机目前在使用的版本，还要好上许多。而且重点是，整个的感觉呢，视觉效果呢，也比在之前这样子看过的版本中，这个是数一数二的好。所以呢，我自己个人的后续应该新版本出来了，我真的会第一时间升级到正式版，尤其是我桌机。现在笔电因为它主要担任还是我们辅助，当然这个也是出门的时候常用的一台设备啦。我想说，既然还是以设备形态为主，那我可以来去体验看看新版的塔后到底长怎么样。所以呢，整个的效益就是这样子。那这一个就是我目前给各位介绍的 macOS 塔后的版本，希望各位会喜欢。那就请各位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按赞并分享给你们的亲朋好友。我是主持人尊乐乐，祝各位平安顺心。我们下一周再见啊，也不是下一周啊，就等到下一次我们再跟各位见面吧。拜拜。